他就要跟我分手。你说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就不能够支持他一个小小的选？青梅竹马，情困痴心女。我跟他那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。就像小孩子在做游戏的一种连续的。就算他不娶我，我也会一辈子跟在他身边。需要欢迎来自真心瓜子和踏浪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开通了一个短信互动的方式，只要你发送短信就有机会获得由金立智能手机为您提供的 eLife 系列手机一部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今天3位专家老师，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，欢迎涂老师。大家已经很熟悉并且非常喜爱的张海燕张老师，欢迎。来自百合网的创始人莫言老师，欢迎。今天其实节目跟往常不一样，因为今天的日子不太一样。今天是中国传统的七夕节，年轻人爱把这个叫做中国的情人节。这个节日的背后藏着一个很大的故事。虽然一年只有一天，但是只有这一天，可能就能延续我们的爱到千百年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，在他们的爱情路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，请看。我和他就是从小就认识了。高考结束以后，我考到了北京，而他呢就留在家里上学。那个时候我们感情还是特别好。毕业的那段时间，他告诉我他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叫苏苏。他回来了，还带了那个女孩回来，我就很生气。到5级的时候，我就抽空过来了，还跟我男朋友表现得特亲密，这女孩就走了。我是挺想找到她，跟她想跟她说明白，想问她为什么就这样突然离开我。我现在就很担心。歌名给这对嘉宾做了一个定性，太宽容了，所以男孩子玩过火了。这段情感应该怎么办呢？来，掌声请出他们。男主人公小洛，24岁，职业是摄影，学历本科，年收入7万。女主人公丽丽，23岁，经营淘宝，大专学历，年收入5万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资料上面说，很早就是朋友了，是吧？对，早到多久？记事的时候。到北京来上大学。你呢？我就在老家的那边。那在这个期间，你们是怎么样给爱情保鲜的呢？打电话、发短信了之类的。不管干什么，我都会发短信告诉他。丽丽从什么时候感觉到你们的情感有危机了？今年寒假他先回来了，然后开学的时候他又走了。4月份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女孩带回来了。我还带他们去宾馆开了一间房间供那个女孩住。那个女孩当时跟你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关系。你等于带了一个新女朋友回去，你怎么敢呢？因为我什么事情我都会跟她说嘛，所以之前我跟这个女孩认识的时候，我也跟她说过。但是呢，我不知道她有犯什么神经，她就非得说要见见这个女孩。如果她见不着这个女孩的话，她会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家里人。这样我没有办法，我只能说让她见。你要见那女孩干嘛呀？我就想看一下她长什么样子。不是，那你们怎么介绍呢？从小就跟她是好朋友，从小发小。你怎么受得了的呢？怎么说呢？他觉得这些事情都对他跟我的感情造成不了伤害。就你做什么事儿，他都可以包容你，是吧？对。那你跟他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？咱们先确认一下嘛。怎么说呢？父母呢都是单位的同事，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他们之间的感情挺好的，就觉得我们2个人就应该在一起，以后结婚了，长大以后结婚了，组成一个家庭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根本说了不算。虽然父母这样说，但是难道你我不是因为都互相喜欢才在一起的吗？咱们2个人认识时间很长了，10几年了。我觉得更多的像是在小时候玩过家家那么一种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你不想跟他好了，对吧？对。
那小飘又说你要找到那女孩是怎么回事啊？ 5·1的时候，他说要来北京玩，他到北京以后的第3天，然后那个苏苏就突然消失了。你来北京做了什么？我就是想让苏苏走，跟他表现的比较亲密一点。你不知道苏苏为什么走吗？不知道，给他打电话也不接，发短信也没人回。那你觉得为什么呢？我觉得他的无理取闹也是一部分原因。我是你的正牌的女朋友，他只是一个第三者，你把我放在那里，感觉好像我是第三者一样。原本这些事情我是要找个时间想跟你说的，还没有来得及说。就算你想跟我说，但是我们那么多年了，你舍得吗？就算你舍得，我也舍不得，家里的父母更舍不得。小洛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就觉得我跟丽丽我们2个人之间的问题需要解决。你这个解决的方案是什么？分手。他要跟我分手，他绝对找不到像我这样的女人。是够傻的了，这么傻也就你独一处了哈。专家老师对此会怎么看呢？我们听听专家的看法，一起真心丘比特问卷。不明白就是丽丽为什么会这样去惯着这个小洛，过分的宽容就是纵容，过分的纵容就肯定会纵火。我跟他那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人，我就只是爱他，只是想跟他在一起。难道这也有错吗？但你也讲过，你再去猜测他在北京会跟什么样的女生在交往。他不用猜测啊，我平常跟什么样的女孩交往，我都会告诉他。你是怎么讲的？你是说，哎，我今天又跟一个女生吃饭了？当时我发短信告诉他，我说我认识了一个学姐，对我挺关心的，对她挺有好感的。我知道他之前还认识很多别的女孩，也跟很多女孩搞暧昧什么的。第一次知道的时候，我挺生气的，跟他大吵了一架，然后就有几个星期不理他了。但是那几个星期，我每天都以泪洗面。我们经常说一句话，叫做年龄不是问题，身高不是距离，但距离真的是问题。而且在距离相守的过程当中，往往熬不住寂寞的大部分都是男生，那是因为有太多纵容他们的女生。人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基础是包容，但只有爱情在忠诚度上来说是一定是自私。如果没有自私的话，任何的真情实感都会变成虚情假意。所以我想对女生说，挽回的方式啊，并不一定是求饶，你可以有自信的去坚守。而对于男生来说，拒绝的方式就请不要迟疑，坚决的离开。丽丽不着急哈，今天应该还有一些朋友来，听听你们朋友对你们的一些劝慰。来，我们一起踏浪，旁观者清。你是小洛的朋友，在这个事情闹这么大之前，我们确实不知道他在老家还有一个对象。这1年半以来，看他跟苏苏的交往，觉得他们的确相当般配。他们才1年半，那他跟我呢，都有足足8年了。我觉得他们2个在一起是幸福的。你觉得他们幸福？不是，我想请问你一句，你是男方的朋友是吗？啊，对，我们是好朋友。你在知道他在家乡还有一个女朋友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当然也是挺惊讶的。惊讶之外呢？如果你有个妹妹，你会让她跟他谈恋爱吗？请你说出你最真诚的话。所以我觉得他应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人，不应该从时间上来判断。那你认为他最喜欢的是谁？苏苏。那他为什么要伤害他？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谁？如果是我，一个都不选，因为没有资格选。至少现在这段时间没有资格选。我觉得应该根据自己真心喜欢的来选择。问题是他不知道自己真心喜欢的是谁呀？那非要跟某一个女人真心相爱多年之后，才猛然回首发现还有一个他吗？那个时候再去伤害另外一个他吗？所以作为好朋友应该怎么做？我作为朋友当然是希望我的朋友幸福。我觉得小洛他只有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但是幸福的前提往往是要有一段伤痛作为基础。就比如说现在，如果现在你的这位朋友没有自省，没有伤痛的话，他跟苏苏也不可能幸福。我希望他能选择苏苏。你肯定自己也是那样的人，所以你才会这样说。
这就是你的问题了啊！这就是你的问题，这不好。你始终那个眼神带着埋怨，始终低着头，始终不自信，又始终在埋怨对方，而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错误。好，仿佛这个世界都欠了你的，其实当今的一切都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如果你有点骨气，如果你对爱情更挑剔、更严肃一些，你会落到今天这地步吗？你知道最伤心的是谁吗？最伤心的应该是你的父母。我爱他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关我父母的事。但你现在在受伤害，你的父母不想看到你受伤害。我宁愿自己受伤害，也不想失去他。那你说这句话就完完全全你忽视了另外一对爱你的人。丽丽，我跟你说，还有很多更好的男人适合你。你现在眼睛就放在他身上，别的男孩都不在你眼里，你把他放开，你看看，你身边有很多好男人。虽然是有很多人跟我表过白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。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你这么拖着他没有任何意义，将来也不会幸福。他爱我，难道我们那几年都是假的吗？也许那几年是真的，但是现在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中间一直父母是在起着主导作用。如果是好，咱没有这回事儿，以后我们两个人结婚了，组成一个家庭了，矛盾迟早会出现的。我觉得我们大了，我们是大人了，可以理智的去解决这些问题。他比你大2岁，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呢？但你就别说他的因素了，那姑娘不是也跑了吗？也走了吗？也离开他了吗？其实那个姑娘苏苏才最聪明。当她知道自己的男朋友有另外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她不愿意伤害同为女人的你，同时又选择有尊严的离开。这个女孩子才是最聪明的。我不管她聪不聪明，但是你就这样，你就非跟他了，对吧？你是不是非他不嫁？对。小洛，给个真心话，全世界所有的女人，这个全都不爱你，都不想嫁给你，你娶不娶她？就完了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娶还是不娶吗？这么说，我过多的还是把她当做亲人。千万别，亲人朋友什么都不要，最好是我的意思是我过多还会把她当成我的亲人，而不是我的女朋友，明白吗？不明白。我们所告诉你的意思是，连亲人都不要做。我们现在我问你的问题很简单，我不是说你的女朋友还是你的亲人，是不是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女人你是一定不娶的？没有可能娶。没有可能娶，就是你下定决心绝不娶她，对吗？即使你一辈子单身，也不娶她，对吗？想好了，丽丽，非他不嫁。对。人家就不娶你怎么办？等一辈子。我就等他，我一直等他。丽丽，你还有什么委屈没说吧？不想说。不想说，就是还有呗。哎呀，落花有意呀，流水无情啊。小洛给个建议吧，你完整的把你自己的这段想法做一个完整的表述，不要老说是父母的什么什么。我相信你们的父母不会在你们初中的时候就说你们俩好吧，别都推出去了，自己有什么就担什么。你要想要你自己的幸福，你一定要承担自己的一些，我不说错误，自己做的一些事情。那个电影里面说的特别好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还嘛。有勇气去还，就有勇气承受新的东西；没有勇气去还，你就不要谈什么追求幸福。想一想，告诉他，来，我们一起黄金60秒。丽丽，你先说吧。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忘记他，然后再跟我在一起。我们以后结婚生个孩子，然后父母都会很高兴的，好吗？其实我感觉我们两个人根本就是两条平行线，不可能有交集。就算有交集，也就是中间那一段，就即便是中间那一段，它也迟早会过去的，还是会分开的，对吗？你这样为我不值得。你们迟早会完的。我们两个人这样并不是真正的爱情，可不可以让我们还做回以前那样？小时候做回好朋友可以吗？我不想跟你做好朋友，我就想当你的妻子。
我就想做你的妻子，是吧？那得他肯娶你啊。就算他不娶我，我也会一辈子跟在他身边。再一次的明确表态，你希望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？朋友。也就是说，你绝不会跟他订婚，对吗 ？OK， 涂宇老师说过一句话：找回自己的尊严。现在我请你回去，我会关上转门，就让这个男的站在这儿等你。但是即使你来了，他告诉你的那句话也是分手。和你选择有自尊的走，你自己做一个选择。来，请回去。请关门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我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表决？其实结果大家都很清楚了。我让大家表决的其实是一个态度，是对女孩的态度。因为在今天的这个现场，我看有很多中年人，你们的女儿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会坚定地告诉她什么？是单方面的继续走下去，还是分开？来，请选择。现场88.24%的观众朋友觉得他们就应该分开，因为这样祈求来的爱情不再是一份爱情。我们看看这个姑娘自己是怎么想的吧。来，一起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跟他订婚吗？告诉他。你这么大的决心做出的一个举动，改变事实了吗，丽丽？就算现在他不同意，他以后还是会同意的。我就不相信他那么绝情。你不相信他那么绝情，是吗？我可以单独跟他聊，你先离开吗？这就是他的态度，看这样子。今天为什么把小洛留下来？是因为小洛是一个双诉求，诉求1是分手，诉求2想通过我们找到苏苏。对，今天你所有的表现，苏苏也在看。涂宇老师说了，那是一个聪明的女孩，对吧？惊愕吗？来，我们有请苏苏。来，请开门。他们俩录制的整个过程你都看了是吧？对。为什么离开他？他对我隐瞒太多东西了。他瞒什么？除了他跟丽丽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之外，他还隐瞒了我们4月份回老家的时候真实的情况。苏苏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私下再说？坐下来慢慢谈好不好？你都做了，为什么不承认？你知道我刚才在底下听说他们2个只说是回老家玩，但实际的情况是他告诉我说家里有个朋友有事情，然后被他称为是发小和好朋友的丽丽，我们陪着他去医院做的流产手术。你是后来知道还是当时就知道？当时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他的，是因为5·1丽丽来北京玩，我发现丽丽对他的一些举动特别的亲密，而且在丽丽来北京的第2天早上，我听到他们2个在卫生间里吵架，吵架的也是关于之前做手术的事情。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，而且1年半的时间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在老家还有个女朋友？不知道。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只想问他为什么这样。对不起。你觉得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任何事情了吗？我想你刚才也看见了，我跟丽的问题已经解决了。如果丽丽她不来北京，不让我发现这些东西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我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告诉你，但是我肯定会告诉你。
因为这种感觉很累，你知道吧？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继续下去，我再找机会，在想该怎么样告诉你。1年半的时间，你有很多机会会告诉我的。今天来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小乐，也许这1年半的时间我们之间还有感情，但是我确实接受不了这个。你对我隐瞒太多了，我没有这个信心能跟你继续走下去。我希望你好好对丽丽。谢谢，谢谢你的到来，亲爱的。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。小乐，我觉得大概今天过后，你真的应该好好去梳理梳理，想一想今天各位老师告诉你的一些话，然后重新开始。谢谢小乐，我的心请回。破碎风化。